俄罗斯加强支持印度国防工业，大战之余，莫斯科是否能够做到心有余力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近日，上海合作组织在印度果阿地区举办了峰会。在4月28日这一天呢，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·辛格还有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进行了会晤，讨论了两军关系还有工业伙伴关系。双方计划在印度当地生产俄罗斯国防设备还有备件，这个涉及范围很广，双方都有一批生产制造装甲车辆、各种战术导弹、航空发动机、直升机、海军舰艇的企业有可能被纳入这种合作机制。对于这种合作，印度跟俄罗斯双方都有各自的期待。对印度来说，军队发展的核心目标就是对抗中国，要对抗中国，武器必须现代化。而印度呢，虽然现在已经开始逐渐倾向于购买西方的先进装备，但是毕竟现在还有60%的装备来源于俄罗斯。从部队作战能力的维持角度来看，还会长期对俄罗斯的零部件有很大的依赖。并且印度人认为，只要俄乌战争不停，就不能太相信俄罗斯军工体系还有剩余产能够给印度生产零部件。印度人把坦克送到俄罗斯去维修，都会被俄罗斯拉上火车送进战场。所以印度人觉得还是拿了俄罗斯的图纸，在印度生产装备或者进行维护、大修升级工作，保持俄罗斯设备在印度军方的运行，才能让印度人真正放心。结果呢，就是虽然在俄乌问题上，印度对俄罗斯有明显的批评态度，也不会影响印俄两国在某些方面存在需求，还能够继续相互吸引。而且由于美国经常用各种制裁手段限制装备销售，印度也担心过于依赖美国装备有太大的风险。比如印度战斗机要用美国的发动机嘛，美国不给印度生产线，就让印度感到自己的军机发展受到了制约。当然，美国不让印度生产发动机，也许是为了保护印度飞行员的安全。可惜莫迪没有理解美国的苦心呢。俄罗斯方面的想法应该是急于增强跟印度的关系。俄乌战争打到现在，俄罗斯已经发现能源牌不像以前那么好打了。印度从俄罗斯买能源，还是以占了便宜的低价格进货，然后卖给欧洲赚差价。俄罗斯出力，印度人拿钱。那么军火出口对俄罗斯经济来说，分量会比以前更重。关键是现在俄罗斯军火的大客户越来越少，所以要想办法充分的满足和利用印度军队的备战需求，把这个大客户结结实实的捆好带在身边。只要俄罗斯还能主导印军主流装备的生产与维护，印度就不至于太快速的彻底的跟俄罗斯拉远距离。现在呢，印度已经被西方武器吊的胃口越来越高，因此俄罗斯一定会跟以前几十年一样，最好的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优先卖给印度，确保有能力跟西方武器进行竞争。而且俄罗斯现在的生产能力基本都要用于应对俄乌战场的消耗，所以不得不把一些生产线跟技术提供给印度。一方面不会占用自己产能，另一方面印度自己生产了俄式装备，也能够避免西方制裁，还能够加强印度军队对俄罗斯技术的依赖性。哪怕俄罗斯短期少挣一点钱，也能保证一些长远利益。此外呢，这次印度跟俄罗斯还就支付货款问题形成了个决议，为后边的合作铺平了道路。所以国际上这些事儿啊，真的就没法按照非黑即白去理解。各个国家都在谋求自身的利益，而在利益面前，很多国家会放下意识形态身段，形成各种各样的组合，而且一样可以合作的无上限。